属下有，到了，就是这。唐氏酒店啊，看来我媳妇儿的家底够厚啊！属下有，那我们就先回了。你的卡已经给你办好了，马上你的卡上就会有100万进账。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我林家绝对全力以赴的相助。你说你这老头儿还挺客气啊！走，拜拜。浪荡，王哥，不许胡言！你别看这个楚凡呐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。以他的医术和他的能力，我估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他可是天州各个权贵们各项争抢的对象。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那爷爷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估计啊，这个楚凡过不了一会儿时间，就会有用得到我们的地方。啊！恭喜！唐老家主，恭喜你的唐氏集团上市，还希望以后能跟我们多多合作。老家主，这次上市筹集了不少资金，又有天州首富刘家做背书，这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。就是啊，老家主，你不仅在生意上有眼光，挑孙女婿也毒辣。今天之后，您和刘家就是亲家了，以后还请您多多提携啊。各位抬举了，只不过是我命比较好，能被刘公子看上，这也是我们唐家修了8辈子的福气啊。唐小姐太谦虚了，这谁不知道？唐小姐是我们天州鼎鼎有名的美人。就是，依我看呢，岳灵和刘公子的姻缘就是天作之合。那就借你的吉言，我们大家一起祝刘公子和岳灵白头偕老，白头偕老，干杯！干杯！嚯，不愧是上市集团啊！这我才刚来，这把宴席都准备好了啊！这哪来的叫花子呀？这保安怎么做事的？怎么能让这种穷酸也混进来？今天来的都是天州有头有脸的大人，这人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还敢进来，真是不嫌丢人。你就是唐月玲吗？啊，哎，你好，我叫楚凡，是你的未婚夫。哪来的疯子胡言乱语？保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且慢，老头儿，你就是唐万德吧？是我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是你就好办了啊！你可曾记得20年前救过你性命苏神医长啊？苏神是他？难道20年前的戏他当真了？爷爷，这个土包子就是来捣乱的，你快把他赶出去！你今天到这里来，想干什么呀？哈，老头儿，当年我师娘找人救你的时候分文未取，你和他立下婚约，今天我就是来完婚的。唐家怎么可能和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有婚约？谁知道呢？我看这个样子不像假的。那就有意思了，毕竟整个天州谁不知道唐月玲和刘公子的关系？不管是不是真的呀，这小子要倒霉了，这上来就整这一出，刘公子啊，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爷爷，这婚约是不是真的？我不相信，爷爷这么疼我，怎么会把我许给你这样的乡下人？我看你就是个骗子！爱信不信啊！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我看你们怕不是想赖账吧？哟，这还真有婚书啊！爷爷，行了，小子，
念在你师娘当年救过我，我就不追究你今天到这里来捣乱。婚约就此作罢，你走吧。我说老头，你还真想赖账啊？不，当然，我们唐家会给你一些补偿，只要你同意作罢婚约，我会给你10万块钱。10万？你打叫花的呢啊？我给林家看病都挣了100万，想让我退婚才给我10万，这些钱在我面前算个屁！那你想要多少？多少钱我都不要。我要是收了你们的钱，这不是打我师娘的脸啊！臭要饭的，你装什么呢？我看10万块也够你挣10年的。我劝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你们唐家算什么东西啊？我楚凡的脸还需要你们来给啊？小子，我本想看在你师娘救过我的面上，放你一马。既然给你机会你不中用，那我也就没什么好顾虑。来人，给我赶出去！唐老头，和你唐家结亲是我师娘的意思，今天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哪来的野狗这么大的口气啊！居然敢抢我的女人！刘公子的，哪来的野狗这么大的口气啊！居然敢和我抢！哟，是刘公子。刘公子来了，这小子要玩完了。是啊，整个天州都知道唐小姐和刘公子的关系。这个土豹子想横插一脚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什么身份，拿什么跟人家比？你们说，唐家在订婚宴上整这么一出，这婚还能定成吗？刘公子，你来了。子飞，人家想死你了。我也想你呀。嘛呢啊？当着人家未婚夫的面在这动手动脚合适吗？你放屁！谁是你未婚妻？我心里只有刘公子一个人。我刚听你的意思，是你和岳林有婚约啊？那是自然。刘公子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这都是误会。我们唐家只认准你是我的女婿，我现在就把这个胡乱攀扯的东西赶出去。不要！子飞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跟他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要相信我。傻丫头，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好歹你也是天州城有名的大美女啊，有几个追求者很正常。我只是觉得这小子有点意思，居然敢来抢婚。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俺小三儿呗啊！抢人家未婚妻，我都替你害臊。放肆！你知道刘公子在天州是首富，你一个叫花子也敢在这出言不逊？你首富怎么了？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就他这种人，在我楚凡面前提携我，臭小子，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不过有句话你说的没错，有钱就是了不起。我今天啊，就让你这个乡下来的长长眼。来人，把聘礼抬上来。哎呀，我寻遍了全球的名医，都说再过不久，人家就快变成男人了。那也比我们家好。哎，我一口气啊生了5个，什么都不带，干干净净的。我怎么传宗接代呀？我嘿。哎，这不是林家家主林泰然吗？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以林家的财力都治不好的话，看来也只有白云观能治好他了。让一让，我也喘口气，让一让，我也喘口气。哎，小姑娘，
小点声，白云观规矩森严，不可擅闯啊！老伯，我爷爷快不行了，怎么样才能找到苏神医啊？只能等。白云观医术通天，观中皆世外高人，超凡脱俗。小凡凡，师娘们，虽然师傅已经去世很多年了，我是这观里的唯一男人，但是我也说了很多次了，你们这美人计对我没有用，我是不可能再给你们洗丝袜啊！小凡凡，我们这次不洗丝袜，我们来猜拳好不好嘛？赢了有惊喜。又玩猜拳，我不玩。上次玩捉迷藏，把我吊树上吊了一晚上，没兴趣，我不跟你玩。来嘛，小凡凡，我们可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的师娘，怎么会坑你嘛？是啊，来嘛来嘛，一起玩嘛！来嘛来嘛，来嘛！光天化日之下，香醇竟烧满了啊！不好意思，师娘们啊，我赢了。愿赌服输，礼物拿来吧啊！太乙神针可治百病，以后寻医济世，莫忘师门教诲。大师娘，这不是你的命根子吗？赋予令执掌翻云覆雨楼，天下情报尽在掌握，里面的清官人可都盼着新主人呢。二师娘，你这藏得够深的呀！啊，这是寻龙剑，可是灵宝，助你搭建北斗阵，加速修炼。小凡凡，这是天府司提司令，能调动天下高手，但切记要勤练轩辕内经，不得偷懒，早日突破第7层。知道了，都卡7年，急什么？小凡凡，我没有什么本事，只有这张大侠的金卡，全大侠的财富任你取用，在外面千万别委屈自己，该吃吃，该花花。不对，你们今天都有点反常啊！该不会是要把我赶下山吧？傻孩子，今天本来就是你的20岁生辰，这些礼物啊，都是要给你的。快下山去采药吧，等你回来了呀，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蹄膀。蹄膀，好。那就说好了，等我回来之后，我给你们洗丝袜，洗100双。拜拜。大姐，真的不告诉他实情吗？现在告诉他，只会害了他。唯有突破轩辕内经第7层，他才能面对接下来的风雨。大姐，时间到了，咱们该走了。
白云观炸了！怎么会这样啊？爷爷！啊！这下彻底完蛋了，人家真的要变成长老爷们儿了！哎，真的炸了！完了！我花了3000万买的白云观的胶片，就这么一下打水漂了！哎呀！完了！小姐，人走光了，我们是不是也？不行，爷爷等不了了，我们现在就上山。好，走。师娘，师娘，师娘，你们还回来吃饭吗？师娘。小凡凡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师娘们已经离开。等你的轩辕内经修炼到第7重，我们自然会回来见你。我就说怎么突然给我这么多宝贝，是准备好事儿。拿着师娘们给的东西，去天州找到一个叫唐万德的人。大师娘我20年前出手救下他，作为条件定下了你和他的孙女唐玉玲的婚约。求神医救命！我想活着，我不想死啊！你的病乃先天绝脉，世俗医术无力回天，救你可以，但逆天改命需要付出代价。只要苏神医愿意出手相助，我唐万德愿奉上半数家财，做牛做马。不必，20年后，我徒儿将携显影下山寻你，到时候你务必将你的孙女嫁与我徒儿，引她入室，方能保命。你可愿意？答应，我都答应。此恩此德，唐万德永世难忘。婚约，还是大师娘靠谱啊！这上来就给我发个媳妇儿。令后山有根师娘用仙露浇灌的黄瓜，你带上。当年浑元丹仅保唐万德20年阳寿，今日便要到期。你见了他，把黄瓜给他，他的病就可全好了。仙露养大了黄瓜，这可是大宝贝啊！就一根儿，还让我送给别人，这行医济世，若有难处，可去寻摘星阁阁主夏初晴，她是你的师姐。哦，原来还有个师姐啊！哎，等等，刚才师娘说今天就到期了。师娘啊，你这水下卡的也太死了吧！啊！算尿，看在你们给我放老婆的份上，我就暂且原谅你。嘿嘿，这黄瓜这么宝贝，就留着给我媳妇儿当聘礼吧。也不知道我这媳妇儿长得好不好看，要是好看的话，我就娶回家；要是不好看，小爷我直接开溜。嘿嘿。小哥留步！这姑娘生得好漂亮，要是我媳妇儿也有这么好看就好了。你看够了没？没有，你长这么好看，我看1天也看不够啊！你下流！这位小哥，打扰了，问一下，你知道白云观吗？
老头，你肝癌晚期啊，你这活不了几天了。你们可是来找苏仁义看病的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所以眼睛看出来了呀。不过可惜啊，这白云观刚被毁了，我师娘他们也都懂了。天意呀，这都是天意呀！华哥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哎，等等，小哥，你刚才说你是苏神医的弟子啊？你是苏神医的弟子啊？小银虎姓楚名凡，如假包换啊！小哥，哇，这手真软啊！你是苏神医的弟子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爷爷，只要你能救好他，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我师娘倒是给了我一张卡，这问题是我不会用啊。不过我这诊费可贵啊，我要100块。哼，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100块，想来他们应该也掏不出。神医，你真是医者仁心，悬壶济世啊，神医呀！神医，只要你愿意救好我爷爷，我给你100万。100万！100万！你犹豫一下，都是对小钱钱的不尊重。事不宜迟，老爷子，你这病可拖不得，我现在就开始给你治病啊！好。爷爷没事吗？爷爷，别动手，这是排毒的正常反应，要想彻底治好，你还得看这人。爷爷没事吧？你这个庸医！我要是个3长两短，我弄死你！没死，还活着呢。王哥，啊，有德无礼。爷爷没事吧？爷爷，你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舒服多了，这身上也不疼了啊！哎，我这感觉这身体也轻松多了。哎，太好了，我可以下来走路了。神医，太谢谢你了，太谢谢你了，王哥，快给神医转账100万。啊，转账啊！我下山比较匆忙，我还没办理银行卡呢。那个，我们正好要去天州，你可以坐我们车过去，然后路上我给你办张银行卡，你看如何？天州？你们也去天州啊？是啊，我就是要去天州找我媳妇儿。媳妇儿啊！哎呀，这世家的闺女这么有福气，竟然能嫁给楚小友啊！唐家，唐月玲，你们认识吗？唐月玲，唐月玲的未婚夫不是天州首富的独子刘子飞吗？眼下正在天州举办订婚宴。怎么，他长得很难看啊？没有，我和他被誉为天州的并蒂莲。跟你差不多，那肯定是个大美女啊！这婚我是结识了，快走！楚小友，今天是唐氏集团的上市庆功宴，他们应该都在酒店里，我直接送你过去。你看你这啊，这么大岁数还挺客气啊，那就辛苦你了。走。老头儿，快走吧，我着急找媳妇儿啊！来人，把聘礼抬上来。
这里是整整10公斤的黄金，送给岳林打首饰。子飞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这是10个亿的支票，就当是我的彩礼。啊！10个亿！哎呀，不要说天州，就是整个大夏都没有这么高的彩礼呀！哎呀！这是刘家的商业合同，价值100亿啊！100亿！哎呀，不愧是首富刘家，一出手就是100亿的合同。还有呢，这最后一件才是绝世珍品。这是我特地找人去杭州雪山上采的千年雪莲。这千年雪莲价值连城啊！传说只要1颗就能让人增寿10年。哎呀，我算是开眼了，不愧是刘家，出手的礼物都那么阔绰。怎么样，乡巴佬？现在知道我和你的差距了吧？就这点寒酸的东西，这金疙瘩它除了沉，还有什么用啊？还有你这一堆废纸数字，虚头趴倒，用这吓唬你们，不就是想慢慢的吞并唐家吗？当我傻呀？啊？至于你这蔫了吧唧的干花，年头确实够久了，但是药劲儿都快挥撒完了吧？啊，拿它来给你治肾虚，都有点药劲不足了吧？你个土鳖懂什么？有本事你拿出更好的来！看你穿的跟叫花子似的，怕是身上连100块都拿不出来吧？真是夏虫不可语冰啊！我师娘说过，真正的好东西是用来救命的，是无价的，不是用来显摆和交易。不过既然你们想开开眼，那小爷我今天就拿出真正的好东西，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好好看看，什么才叫真正的宝贝。好大的口气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东西。看好了，这才叫聘。看好了，这小子虽说穿得破烂，但好歹是苏神医的弟子，难不成他真有什么宝贝？这才叫聘。你们看好了，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聘。这不就是个黄瓜吗？这乡巴佬是刚从菜市场过来吧？拿根黄瓜当宝贝，亏我还被他刚才的样子给唬住了。哎呀，果然乡下人就是乡下人。不行了，我要笑死了！就你这么一根破黄瓜，你把它当成宝贝啊？你吃点好的吧啊！真是有眼如珠的东西。这根黄瓜乃是我师娘用仙露浇过长大的，活死人，肉白骨，延寿治百病，真正的无价之宝。太能吹了，还仙露浇大的。就算是仙露浇大的，它也是黄瓜。你一根黄瓜就想跟我比，你去精神病院看看吧啊！仙露培育，难道那女的当年说的仙隐就是？不可能，这分明就是一根黄瓜。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懒得跟你废话。这根黄瓜，它能救你爷爷的命，也能保你唐家富贵安康。现在，它是你聘的。你居然这么侮辱我！胡说八道，危言耸听！哼！我唐万德的性命，岂能系在一根黄瓜之上？唐万德，你竟然把这根黄瓜丢掉！你知不知道这根黄瓜就是你的命？捡起来。唐爷爷，
您是何等身份，岂能让这个江湖骗子的三言两语给唬住？他就是虚张声势，就算把他扔了，那天还能塌下来不成？就是，爷爷，你别听他鬼扯。就凭一根烂黄瓜，就能断我性命？唐万德，你先天绝脉，20年前你就该死了。是我师娘用元丹为你续命20年，如今药效已尽，唯有这根黄瓜能延续你的生机。你这一脚要是下去，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这先天绝脉，我好像听说过。唐老爷子多少年前是得过一场大病。难道说的是真的？当年那女人的确说过这话，可是编，继续编。你故事倒是说的挺圆的。我爷爷身体健壮，年年体检，就连国医都诊断我爷爷长命100岁。你吓唬谁呢？就是，你们看，唐老爷子生龙活虎的样子，哪里像是大限将至的样子啊？我看他呢，就是想占唐小姐的便宜。今天在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这唐老家主要是真信了这叫花子编的故事，那可真是贻笑大方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解还是不解？小子，我唐万德能打下这片江山，不是靠摇尾乞怜，更不是靠牵瓜神草，想用我的命威胁我唐万德，不信这个邪。好，很好，你被你自己蠢死了。这黄瓜能续你命，如今你把它惨坏了，不出1个月就会暴病而亡。什么？这真有这么玄乎啊？你竟敢咒爷爷！最近我确实隐隐感觉有些不舒服，难不成他说的是真的？唐万德，我再给你们唐家最后一次机会，这婚你们是结还是不结？如果结的话，小爷我心情好，可以救你；如果不结的话，你们自己搞清楚。哼，绕了一圈，你还是为了起岳林啊！说了那么多，你还是在威胁我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想起岳林门儿都没有。想娶我，下辈子吧。你竟然敢撕毁婚书！不过是一张破纸，我撕了也就撕了。你这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，想要我嫁给你，做梦！大家都听见了吧？是岳灵不愿。既然如此，我唐万德宣布，20年前那份旧约就此作废，我唐家与你再无关联。唐万德，你这脸皮怎么比城墙还厚呢？啊！当年是你像狗一样，瞅着我师娘为你救命立下的婚约，怎么现在混得人模狗样了，就开始嫌贫爱富、翻脸不认账了？你们唐家的家风就是过河拆桥、忘恩负义是吧？你个乡巴佬也不撒泡尿照照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还敢来和我成婚？我心里只有子飞一个男人，就你也配得上我？我呸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唐月玲？你也不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。小爷我今天能来，是看在我师娘的旧情上，给你们唐家一个攀高枝的机会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自己就是镶了金边的天鹅吧？脱了你这身名牌，卸了你的妆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你？你个丑八怪！你真以为小爷我非娶你不可？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自己，就你这个熊样啊！再加上你们唐家这下三滥的为人，也配小爷我娶你？做梦！你子飞，你看他！臭小子，你不但大闹我们的订婚宴，还侮辱岳灵！你信不信我让你躺着出去？我给你3秒钟时间，跪下来给岳灵道歉，然后滚出去。这事儿
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闭上你臭嘴！我在跟这一家人算账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真把自己当条狗子在这乱叫。还有，穿的人模狗样的，真把自己当个人了是吧？啊，离了李街，你屁都不是。在我们村儿，就你这个熊样的，你却给寡妇挑水，都轮不到你。这土包子居然敢骂刘少，你疯了吧你？骂！我不但要骂，我骂的更难听，我骂死你！就你这个熊样的，白来给我当丫鬟，我都觉得蠢钝碍眼，还妄想嫁给我，做你的昆虫大梦去吧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我不娶你了，是我楚凡把你休了。自焚！杀了他！我要他死！来人，打他！把他嘴给我打烂，杀死了算我的！你恐怕负不起这个责。哟，这不是林老家主和他孙女林婉娥吗？哎，他们跟唐家不是不对付吗？怎么也会过来？林家主，今日是我唐家大喜的日子，不知道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？楚小友，你没事吧？老夫来迟了一步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哇，这我没看错吧？堂堂林家家主竟然只跟着土包子行礼啊！林家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罢了。是呀，林爷爷，你快清醒一点，他只不过是被我唐家退了婚的癞蛤蟆，刚刚还胡言乱语咒我爷爷。您德高望重，可千万别被这种小人蒙蔽了，平白污了您林家的名声。哼，老夫还没老到老眼昏花认不出来人，只是你们眼睛都长到哪去了？我可告诉你们，楚小友那可是人中龙凤，世外高人，他的能耐也是你们配得上质疑的吗？林老头，你现在来的正好，我害怕待会儿动起手来脏了我的手。不过，就凭这几个货色，真要动起手来，还不知道是怎么地方。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你装什么？你一没钱，二没势，你装鸡毛啊！你装！楚凡，你搞清楚，你现在只不过是被我唐家退了婚的废物，在天州还有哪个女人敢要你这种货色？你不会以为我真非娶你不可吧？要不是看在师娘的情分上，我过来给你们唐家一个机会，正好你不愿意，我还怕日后不好跟师娘解释。切，还在这打肿脸充胖子，你真以为你自己是个人物啊？就像你这样的，谁会看得上你？哼，小爷我需要谁看得上？吹牛谁不会呀？有本事的话，你现在就叫一个能跟你走的人呀！就是，你今天要是能找出一个家世容貌、才华胜过咱们家岳林，并且愿意跟你走的人，我刘子飞跟你姓。啊，机会终于来了！楚小友，他唐家大小姐是有眼不识金镶玉，错把真龙当泥鳅，活该！他与这天大的福分失之交臂，此非先生所示，而是他唐月玲以及他们唐家无福消受。青林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们刚才不是在问有谁愿意吗？那好，老夫林泰然现在就将我林家的至宝孙女婉歌许配给先生。先生，我们林家不足其堂，只愿能扶持先生与祖兄，结此良缘，望先生能看在老夫一片赤诚的份儿，给婉哥以及给我们林家
一次机会吧。林老头，比起这些眼盲心瞎的人，你比他们更有。爷爷，我还没同意呢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个土包子凭什么能让林家看上？这林老家主，这什么意思？这送孙女啊？难道我们看走眼了？这小子真是个高人呐！就他，你看见哪个高人穿得像叫唤这么细了？哎，随他去吧，谁让他救了爷爷呢？看到没？谁说没有人愿意嫁给我？臭娘们儿，我还不想要你啊！我们走。你站住！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，你侮辱岳灵还想走？你当我是空气吗你？看今天谁敢阻拦楚小友，那就是跟我们林家过不去。那我林泰然就让他见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阳。林老爷子，您什么意思？你是想与我刘家为敌是吗？威胁？哼！臭小子，你敢威胁我？这话你姐姐说的差不多，你还不够格。谢了，林老头，我们走。对了，唐万德，忘了告诉你，1个月之后瘫痪在床、生不如死的时候，你想想你今天做了什么，别到时候求着小爷我来给你救命。哎呀，当兔子都到了，你还不撒手？忘了。楚小友，你和婉哥的婚事这什么时候办呢？是这个星期还是下个星期办？婚事啊？别，这可不行。哎，楚小友，这事你刚才已经同意了的。我说老邓，这婚姻大事又不是儿戏，你这也太草率了啊！要不这样，那我就把银雪山别墅作为聘礼送给你，这样不草率了吧？那也不行，这婚姻大事讲究的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再说了，我从小是师娘带大的，他们不点头同意，我也不会同意。娶我还委屈你了，我还没有答应要嫁给你。哎呀，楚小友说的也不无道理，这事啊还需要从长计议。哎，这样，那你先休息，有什么事啊和婉哥联系就行了啊。赶紧走了。哎呀，还是这总统套房舒服。不行，不能光顾着享受，得早日修炼到轩辕内经第7章，这样才能见到师娘他们。这怎么老是卡在第6重，就是突破不了了呢？哎，对呀，师娘给玄龙剑能寻找附近的灵宝，等找齐3个灵宝之后，搭建3玄北斗阵，这样就可以凝聚天下的灵气，这样我就可以突破了。不是，你等等我。大家好，小姐，郭经理，明天爷爷要设宴，把天字1号留出来。明白，我会安排好。
看什么呢，死流氓？哎呀，拿开，我再看看啊！你想干什么，死流氓？哎呀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卖不卖啊？你把我当什么呢？郭经理，郭经理！小姐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哼！不是，哎，先生，你再闹事我就报警了。我就问他卖不卖，你说你老拦着我干什么啊？你当他什么人啊？他可是霍家千金，这整个酒店都是人家的产业，你还问他卖不卖？霍家，霍小姐。呀，这什么小姐？是霍家千金霍果果，不知所不懂哦。哦，果果来了。哎，怎么不高兴啊？别提了，林爷爷，刚才遇到个臭流氓，气死我了！啊，谁敢欺负我们果果？告诉林爷爷，林爷爷为你出气。算了，不重要。对了，林爷爷，我爷爷喊你明天去我家酒店吃饭。哎呦，霍万山这腿脚还去酒店吃饭，他能走得动吗？想见我好说啊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到家里不就行了？哎，对了，我怎么把楚小友给忘了？哎，果果，明天我去带一个人，给你爷爷看看腿脚。嘿嘿。不用啦，林爷爷，我爸动用了所有关系，花了大价钱，请天州圣手吴道成来给爷爷看病，顺便啊也给您检查身体。哎呦，给我检查身体现在不用了，我身体好得很。您身体不是也不大好吗？怎么会用不着呢？明天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带着他结个善缘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慢走。怎么了，大小姐？这个人怎么那么像那个流氓啊？应该是您看错了吧？那种人怎么可能会来您家？哟，林老头，小娘子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啊？还亲自出来迎接我。楚小友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谁迎接你了？自作多情。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我的一个老朋友啊，他腿脚不好，你看你赏个脸，明天一起吃个饭。哎呀，不去，我忙得很。再说了，我还得给病人看病呢，又不给我什么好处。霍家可是大夏商会的会长，不知道比我们天州这些家族强多少。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跟霍家攀上关系，这请你去，你还推三阻四上了。王哥，楚小友这刚来天州，这里面情况不熟，这也是正常的嘛，耐心点啊。霍家，你刚才说的是哪个霍家？霍家，大夏只有一个霍家，您住的酒店就是人家的产业，这都不知道。哟，领导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哎，去，必须得去。我备医者需怀着一颗济世救人的仁义之心。好，那太好了，那我替我那个朋友先谢谢你了啊。哎，你这突然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，咱俩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啊。子飞，刘家是这么忙，突然喊我们过来，有什么重要指示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最怕我姐了，我不敢问。哎呀，这。
们唐家连一个订婚宴都办不好，我刘家的脸真是让你们丢尽了。姐，别叫我姐，好好一个订婚宴，你连一个叫花子都搞不定，老刘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不成器的东西？姐，那天还不是有林家，还敢顶嘴？这要是让大哥知道，你看大哥不活活打死你！跪下！亲家这是做什么？我又没说你。爷爷，你从昨晚开始就咳得厉害了，真的没事吗？哎呦姐，婚宴那天楚凡那个土包子诅咒唐老爷子活不过1个月，该不会真被他乌鸦嘴说中了？这你也信？多大点事儿！回头我让天州的顶级医生帮唐家主看病。哎呀，多谢刘家主，我们唐郑两家联手，还怕对付不了林泰然。刘家主，需要我唐家做什么？不需要，我已经联系过了，周豹明天就会回到天州。姐，真的？哎，豹哥不是陪大哥在修炼吗？他竟然回来了，还不是为了给你找茬？哎呀，天州金牌大手周豹！哎呀，刘家主，对付一个土包子不需麻烦周豹啊！周豹回来是对付林家的，林婉哥是林家的实际掌权人。你说要是他死了，林泰然那个老东西会不会活活气死？到时候天州就没人能挡我刘家。贵宾里面请。那个，我有点尿急，想上厕所。你跟我来。那个，你们先进去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这懒驴上磨屎尿多，一会儿别走错包厢啊。老胡，老胡，老胡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今天我带来一位好朋友，是专门来给你治腿的，你可要好好感谢感谢我哦。坐林叔。哎呀，费那劲干什么？叶城啊，不是已经给我请医生了吗？是，林叔，吴道成老先生应该快到了。哎，你这气色不错啊，怎么之前听说你快不行了呀？嘿嘿，看出来了吧？哎，我告诉你，那是以前，现在我的身体好得很。多亏了我的那位朋友，哎呀，他的医术可了得，否则你早就见不到我了。哦，应该是吴老先生到了，果果去开门。嗯，吴先生。Hello， 怎么是你，臭流氓！哎，我又不是来找你。你进来干什么？谁允许你进来的？林老头让我来的，说是来给你爷爷治病的。没错，楚小友就是我请来专门给你爷爷老霍治病的。哎，怎么，你们俩认识啊？林爷爷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流氓。他昨天一直盯着我的胸口看。嘿，楚小友恐怕不会吧？哎，你们俩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林老头，没有什么误会，我确实盯着他胸口看。你准确的来说，是我盯着他胸口那个玉坠看来着。哎呦，你吓我一跳！哎，老胡啊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位神医，我的病就是他治好的。搞错没有？这么年轻，真会看病啊！这搞没搞错，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你就是霍老头啊！啊，我救你一命，你把他脖子那个玉坠
送给我，同意吗？你想都别想！哎，果果，既然是误会，就不要这么无礼。不过年轻人啊，话说回来，我只是腿脚不好，可没有性命之忧啊。楚爷友，要不你就给我老头解解惑。你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？确实，最近时常头晕目眩，而且没有精神。怎么，小友，你看出我得了什么病吗？我看你就别做那美梦了啊！我看你这是要嫁贺西去了。你再敢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？嘿，楚凡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也太没礼貌了。事已至此，你们爱信不信。哎，楚学友，这可开不得玩笑啊！老霍的病真有这么严重？嘿，我说林老头，谁跟你们开玩笑了啊？头晕目眩只是他表面现象，实则他是心脏受损，五脏移位，稀寒入骨，气血逆行啊！够了！虽然你是林叔请来的客人，但你也不能这么咒我爸。哎，别争，让他把话说完。来，小伙子，你继续说。哎，你噩梦缠身，没错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了，可我并没对人提起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白天的时候萎靡不振，对，晚上却又异常兴奋，对对，一时而因为噩梦缠身而睡不好，这全都对。年轻人，我到底怎么了？哎，大限将至，你们霍家好好的准备后事吧。难道我没救了吗？本来是没救了，但是我可以救你一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要把那个玉坠送给我，你愿意吗？啊，我答应。小友，只要你能救我爸的命，别说一个吊坠了，我连我女儿都可以送给你。哎，大可不必啊，这是。爸，你乱说什么呢？爷爷，吴伸手一会儿就到，要不等他来了再做决定。哎，这病谁来也没有用，只有我能治。大言不惭！吴圣手，您来了。哈哈，路上有点堵车啊，抱歉呐，霍老爷子。不碍事，快请坐。吴伸手，这个人他咒我爷爷，还说这个病只有他能治。年轻人，老夫行医一辈子都不敢说这样狂妄的话。不是老头儿，你谁呀？啊，老夫吴道成。楚凡，这位可是有着天州圣手的吴道成老先生，赤壁救人无数，名望颇高。这都是虚名。年轻人，行医最忌不就是妄自尊大，别以为学了这皮毛就在这儿胡说八道。嘿，老头儿，我看你有医德的份上，小爷我今天不跟你计较啊！你要是不信的话，自己进去看。舌苔，吴圣手，我这身体怎么样？你没什么大碍啊，只是
体内有余火，待我针灸一番，身体就会好的。哎呀，有劳吴圣手了。敢来我霍家撒野，说话啊！你怎么不说话啦？把嘴闭上，把手给我。干什么你？我让你看病，我让你动手了吗？啊！你这要扎坏了，这是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呀？哎，年轻人，你刚才说我有性命之忧，现在又阻止吴圣手为我治疗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老林头，这就是你带来的客人吗？朱小友，要不那就让吴圣手先诊断诊断。不是，体内余火啊，把病看成这样，也好意思称自己是圣手？切，胡乱诊病，得是上一边玩去吧你！我吴道成行医多年，做事光明磊落，对病人那是尽职尽责，从未有出什么乱诊现象。年轻人，今日你要不把话说清楚，老跟你没完！哎呀，朱小友，这吴圣手也是医学大家呀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这病人都病入膏肓了，你说他体内有余火，就你这个熊样还称自己是圣啊？以后啊，我看你别叫吴圣手啊，叫吴余火。哎，放屁！刚才这脉象一切正常，因为体内有余火，所以身体才会不舒服。哦，那你告诉我，这病人五脏六腑衰退，失眠多梦，头晕目眩，这你怎么解释？人衰老以后，人体的器官自然衰退，这是自然现象，是顺天地之理呀。这有什么问题啊？上一边去啊！你老在这逼逼啥？叨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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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烦不烦啊？哪凉快哪待着去！我现在就让这老头站起来，你信不信？小友，此话当真啊？这不可能，这双腿已经不是人力能够治好的了。少见多怪，哼！自己不懂医术，还说别人不行，你快滚一边子去吧！啊！哼！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不是老爷们办正事，你老娘们能不插嘴啊？上一边去！这是太乙神针。哼，老头有点见识啊！爸，爷爷。好，我没事，没事。何老头，站起来走两步试试。啊？哎呀，神迹啊！我感觉哪都轻松了，好像年轻了好几岁，哈哈！哎呦，哎呀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楚小友，他果然是神医呀！年纪轻轻就有如此能力，此等人物，我霍家一定要教好。哎呀，小伙子，哎，不，楚小友，多谢你救了老夫的性命啊！之前老夫多有得罪，请别见怪。叶成，楚先生，您不计前嫌，救了我爸的命，您以后就是我们霍家的救命恩人。嗨，不用那么麻烦啊！喂，你真会治病啊？切，这圣手能治的病，我能治；这圣手治不了的病，我也能治。吴圣手，现在我能看病了吗？老夫有眼无珠，给楚神医道歉了。小爷我大了，今儿原谅你啊！楚神医在上，请收我为徒。
叫我太乙神针。不是，这干什么玩意儿？我不收。吴圣手，你可是天州圣手啊，怎么能拜他为师呢？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大者为师，师傅的医术在之上，有资格要拜师的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弟吴道成一拜。我说你这老头怎么这么固执呢？啊！我说了我不收徒，不收徒，你赶紧起来了。是吗？你的医术可比摘星阁更加厉害。你要是不收我为徒，我就不起来。摘星阁，那不是我师姐创立的吗？有机会要去见见师姐吗？哎呀，不是我不教你，是你没有灵力，不会轩辕内经，掌握不了太乙神针。哎，行了，拿着，快起来吧。这是太乙神针的基础针法，不需要灵力。不过至于你学多少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谢谢师傅。那个老头儿，现在你这病也治好了，答应我的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啊？哎，那是当然。果果，快把你的玉坠给楚小友。爷爷，可这是我最喜欢的坠子了。哎，听话，回头爷爷再给你一个。老头儿，病也好了，那我就撤了啊，回去。哎，等等，楚小友，哎呀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这张卡里啊有500万，就算我们霍家的一点心意。敢问小友你可有婚配呀？哎，我的钱！霍掌柜，我可警告你啊！楚小友可是我们林家的人，我警告你，不要打他的主意。楚小友姓楚，你姓林，他怎么成了你林家人了呢？我是爷爷在此。你，你不就是比我早2天认识楚小友吗？你没听说过那么一句话吗？总是信任胜旧人。这，哎呀，朱天阳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啊！我们林家出资1000万给你建一座医馆啊！大郎啊！不，我可当不了那大郎，那多吓人呢！那玩意儿。没错，谁家好人当郎中啊？那个你1000万也好意思拿得出手？你看咱小友啊，他很喜欢玉坠，那就是喜欢玉石了。这么的吧，我们霍家的藏宝阁里边啊，你随便挑随便选，里边的玉器数不胜数。楚小友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那些东西都是虚的，没什么作用。银雪山别墅手续已经办好了，你马上就可以住进去。好一个林泰然呐！你的银雪山别墅，我出高价你都不肯让给我啊！今儿你是下了血本啊！好，哎，苏小友，身外之物啊，它没有什么意思啊！来，我把我亲亲的孙女儿许配给你。哎呦，笑话！你以为谁没有孙女呢？不是，这不太好吧？啊！师傅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那我送你。我还是去别墅看看吧。啊，毕竟老住在酒店也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你就不用送我了。回去好好看看那张纸，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记得随时问我。
人友啊，今天啊，真是感谢你啊！咱们这么讲，哎，这，我叫我们家果果开始送你回别墅，好不好？哎，凭什么？别墅是我们家的，要送也是晚哥送才行。人友啊，对，听人友啊，这好不是？得，我还是骑个自行车回去吧，一群靠不住的玩意。晚哥，我觉得这个楚帆绝非一般的普通人，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。要不，现在你就开着车到路上去接他。啊！贪财好色，不知道哪点好。贪财好色，嘿，贪财，这钱是人家自己挣的，这个好色，这我也没看到他对你和果果有多么的上心。时间还早，就不用送我了。你现在就去找楚帆，你们年轻人应该在一起多多交流交流哈。就这样了哈，就这样了，多就交流哈。哎，楚帆，你给我等着！终于落单了，哼！林婉哥一死，林家就完蛋。到时候我看那个土包子怎么想着。喂，豹哥，林婉哥一个人出发了，可以动手了。这要想搭建阵法呀，还得去我山顶的别墅，这样更稳妥。楚帆，你快停车！我爷爷叫我送你回去。搭建阵法的事儿，可不能被林婉哥发现了呀！哎呀，用不着。不是，你还装什么你？快停下！那你要想跟，你就慢慢跟啊，拜拜了您嘞。哎，人呢？你不是刘家还是唐家派来的？死人没必要知道那么多。我警告你们别乱来！你们要乱来的话，现在就报警！你放心，不会有人来救你的，安心的受死吧。亮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还？你不是走了吗？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英雄救美的啊！你不用怕啊，就他们这个臭鱼烂虾的，我一拳一个。小子，你挺狂啊！怎么？你也想吃红豆吧？什么意思？想死了？动手，杀了他！怎么样啊？一身腱子肉啊！嘿，小子，你很能打呀！手白狗屁！你会打有个屁呀！你武功再高，能高得过枪吗？小子，你再动一个试试。你不要杀的人是我，放他走！哟呵，堂堂林大小姐还挺痴情的嘛。反正你们两个都是将死之人，我让你在你死之前真正的做一回女人，
怎么样？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除非你伸手好几个字，他们要找的人是我，你快走啊！想走？你们两个都走。我不走。师娘从小就教育我，别人对我的好，我要加倍还回来。今天，谁也伤不了你。没想到你还没那么讨厌。我本来也不讨人厌嘛，我师娘还说过，真诚才是必杀技。你真诚吗？你长得好看，这算不算真诚？哎，闭嘴！都快死了，还跟我玩尬呢！臭小子，你现在可以去死了！有枪了不起啊！这家伙不仅不讨厌，好像还有点帅。咱俩聊聊。老子跟你聊个屁！我跟你拼了！哎，有话好好说。哎哎哎哎我唱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。是这样唱的。敢问路在何方？哎呀，别杀我呀，英雄！哎呀，没想到这中药和西药加起来也没有这火药厉害啊！我从小是在道观里长大的，不杀生。咱俩聊聊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我说，是刘家家主刘梦涵让我们来的。刘家想吞并您家，所以让我们过来杀了宁婉哥。我都说了，你不要杀我啊！不杀。谢谢英雄。你没事吧？楚凡，走，我带你回去上药啊。好，走。哎，还说不疼？不疼。你现在好点吗？好多了，不疼。那我就婉哥啊。不是压着我灵宝了，还在这撅个嘴儿。你这个死榆木疙瘩！我现在特别想知道，林泰然那个老家伙知道林婉哥死了是个什么表情啊？没了林家，我看那个土包子还敢不敢嚣张？楚凡，哼，那个土包子估计已经被豹哥顺手解决了。说不定林泰然这个老东西你伤心，
也跟着去了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，多好啊！哎呀，这样一来，天州商会所有的项目都是咱们两家的了。来，祝我们旗开得胜啊！爷爷，爷爷，我是怎么了？难道真的被那小子说中了？哎呀，不用担心，我姐已经请天州的圣手，还有摘星阁的阁主，他们马上就到了。有他们在呀，您的病就是小菜一碟。老爷，人到了。哎呦，吴圣手，来，请。没舌苔，这奇了怪了，你身体这病得有20年了吧？按照脉象来看，这20年前你就该死了呀！没错，20年前的确被人救过。哎呀，圣手就是圣手啊！以沫什么都知道。哎呀，那个畜生还说我死了没人能救，哎呀，真是可笑。我就说他是个土包子吧，圣手现在一定有办法救你。抱歉啊，我医术不精，没有办法治。啊，你怎么可能没办法呢？我知道，你不用担心震惊啊。只要你能把我治好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体内器官已经彻底的衰竭，是人力无法挽回的。圣手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好吧，我还有个师傅，他肯定有办法。但是我不敢保证，他老人家是不是愿意来？您还有师傅，那您的师尊医术得多高啊？只要他老人家肯来，我愿意拿出唐家一半的家产当真金。这个唐家最忠诚我向你保证。那好，那我试试。太好了，再找到2件人宝，我就能尝试突破轩辕内经第7重了。喂，师傅，我这有个很棘手的病人，处理不了，是能麻烦你过来一下？不去，我这正忙着呢。哎，师傅，这个是云州的一个大户人家，姓唐，唐万德。谁？唐家？哎，就是。你等着我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哎，好。有我师傅在啊，你应该就没事了。吴圣手，你的师傅怎么还不来啊？我爷爷都快不行了。爷爷，我的无力
伸手的时针，看来我们唐家就是跪地迎接也不为过。师傅，您来了。医者仁心嘛。你就是射手的师。处罚？你们认识？你没死啊？怎么，我没死你很遗憾是吧？那几个杀手，应该就是你们派去的。什么杀手啊？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。你在外面惹了别人，别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。我们是在等无声手的师尊，你在这儿碍事儿啊！滚出去！哦，无圣手的师尊，哎，那你们说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呀？啊？你是无圣手的师傅？当然。你说是就是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才多大，还想当圣手的老师？你个土包子，果然是个职业的骗子，居然敢骗到无圣手头上了！学生医术不精，还麻烦师傅您来啊，实在是惭愧呀。起来吧，吴老头。吴圣手，你为何给他鞠躬呀？他就是一个土包子，怎么可能是你的师傅？是不是被他给骗了？我不管你们以前有什么恩怨，这师傅就是师傅，请你们对我师傅放尊重一些。尊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又是他？他不就是一个土包子吗？为什么连无圣手都尊称他为师傅？就算你会点医术又如何？我就不相信了，唐家主的病除了你就没人能治了。哎，我早就警告过唐万德，可他非但不听，还把我先入养大的黄瓜给踩碎了啊！他现在已经是药石难医了。你胡说！爷爷，师傅，唐万德马上就不行了。什么？哎，这油尽灯枯，再不续命，他就活不过今晚了。楚凡，你快给我爷爷治病！你是医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！哎，你可别在这道德绑架我啊！小爷我才不吃你这一套。是吧？你到底要如何才出手？哎呀，其实想让我救你，也不是不行。你真的愿意？但是你得把你们唐家全部财产都给我，然后当众跪下给我道歉，并且从此以后滚出天州，我就考虑救你一命啊！不行，我姐对唐家的家产志在必得，绝不能给这个土包子。唐家主，你不能答应他。没错，把我们唐家所有的家产都给一个土包子，绝对不可能。不是蠢娘们儿，唐万德都快死了，你还拒绝啊？你就是这么孝顺的啊？你闭嘴！爷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嘿，观众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行，既然你们不让我治，那我走，拜拜。等等，你真的能救我一命？我同意，求你了，救我一命！哦，你答应了？答应个屁呀！唐家主，不用求他。子飞，我想活了。唐家主，你放心，我姐啊已经请了摘星阁的阁主，他马上到。你个土包子，你以为只有你会治病啊？摘星阁阁主，真的吗？子飞哥哥。当然了，虽然一般人请不到摘星阁出手，但是我刘家的面子，摘星阁多多少少还是要给一些。啊，替我谢谢你姐，
摘星阁阁主，你确定摘星阁就能治得了唐万德了？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质疑摘星阁？师傅，这摘星阁的医术，别说在天州了，就是在整个大夏都是最顶尖的。他们的阁主里更是深不可测呀。嘿，你不是圣上吗？哎，惭愧啊，就我这水平，连摘星阁的门槛都迈不过去啊。我师姐还挺厉害的。土包子，我刘家连摘星阁都能请到，到时候啊，他治好了唐家主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跪在地上求饶。少爷，摘星阁阁主到了。哎呦，阁主您来了！哟，没想到阁主您竟然这么年轻啊！嘿嘿嘿。东秃子，你干什么？楚凡，你疯了吧你！居然敢对阁主动手动脚！不是你，哎，双喜临门啊！啊，这就让我找见第二线灵宝了。师姐，你简直是我的福星啊！啊！你东秃子，我看你是活捏！哎，师姐，你别动手啊！我可是你师弟，你要给我打坏了。师弟，楚凡，你可真会攀关系。摘星阁阁主是何等身份？怎么可能有你这样一个土包子师弟？就是，我看你是想女人想疯了吧？居然敢轻薄阁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等等，你叫楚凡？如假包换，师姐，我叫楚凡。我确实有个师弟叫楚凡。阁主，你不能信他呀！天底下叫楚凡的人这么多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浑水摸鱼。没错，他还谎称只有他能治我爷爷的病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既然你说你是我师弟，那你怎么证明？啊，这个，爷爷，你可要撑住啊！有阁主在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阁主，要不您还是先救救唐老爷子。我先去给唐安德看病，你的事稍后再说。阁主，怎么样？我爷爷还有救吗？阁主，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不管是药还是钱，我们都搞得到。他这是先天血脉反噬的，五脏六腑都已经衰竭了。想要续命，必须要有仙露滋养，可仙露乃是天地灵物，时间早已难寻。仙露，敢问阁主，这个仙露从哪里可以找到啊？哎，之前我给你们那根黄瓜，可你们不信，当场给我踩碎了。那根黄瓜，你少说风凉话，阁主，除了仙露，就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？也不是没有，只是什么？您快说呀！这世间唯有太乙神针能够逆天改命，可太乙神针如今在我师娘手里，她现在不知所踪，我也拿不到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啊，他真的是太乙神针，也真的是我师弟。师姐，你以为我骗你玩呢？我就是你师弟。不可能！那个乡下来的土包子怎么会有太乙神针？又怎么可能是阁主您的师弟啊？我知道了，太乙神针这么珍贵，你那个肯定是假的。爱信不信，我也早就说过了，唐万德的病只有我能治，信不信由你们。小师弟，你和唐家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他们对你的敌意这么大？大师，你有所不知啊，
唐师娘20年前救下了唐万德，立下了婚约，结果我刚下山，他们就把我的婚约给撕了，还把我大师娘用血路浇灌到大的黄花给踩碎了，然后唐万德现在有病，还让我给他治，你说这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儿吗？原来是你们背信弃义在先，这种人不就也罢。阁主，你不要被他骗了呀！哎，你别忘了，是我姐请你过来的。楚凡，抛开事实不说，你就没错嘛！你要是救我爷爷，我就原谅你。把你们唐家全部财产给我，然后当众磕头给我道歉，从此永不得踏天州。我现在走，来人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哼，今天你们治也得治，不治也得治。那就试试。滚！起来对我，快点！刘子飞，我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，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？你要干嘛？我姐可是刘梦涵，你敢动我，她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去！子飞，师姐，吴老头。师姐，吴老头这人虽然医术不咋地，但人还行。你看能不能给召集摘星阁？既然是师弟推荐，那我便收下。谢谢阁主，谢谢师傅，我一定好好学。你先下去熟悉一下摘星阁的环境。去吧。小师弟，师娘现在怎么样？你怎么会一个人下山？哎呀，这白云观被炸了，师姐，你有所不知啊！师娘们说让我突破轩辕内情第7重的时候，我才能见到他们。现在还差2件灵宝，我就错了。灵宝？对，玄龙剑，师姐，刚才剑眉玄龙剑有反应，说另一件灵宝就在你身上。我平时比较朴素，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哎，师姐，你看。啊！我记起来了，你先转过身去，不准回头。师姐，你这是准备要干什么呀？让你转就转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师姐，你干嘛呢？你好吗？楚凡，你快转过头去！我勒个娘啊！你不是，哎呀，师姐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好了，可以转过来了。这是当年师娘留给我防身的软甲，应该就是你要找的灵宝。谢谢啊，师姐。
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拜拜。姐，你要替我报仇啊？谁干的？是楚凡那个王八蛋，不仅吴道成叫他师傅，就连摘星阁的阁主也喊他师弟。又是楚凡。刘家主，现在我爷爷死了，我愿意将唐家所有的家产都交给您，只求您替我报仇，杀了楚凡。唐家的家产就算你不给，也是我刘家的。至于楚凡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的。不过楚凡这个人肯定不简单，先是林家，然后是吴道成，甚至摘星阁的阁主都跟他有关系。姐，要不我们找翻云覆雨楼查一下？虽然说翻云覆雨楼收费贵了一点，但是他们的情报网可是遍布整个大夏，一定可靠。好主意。刘家主，什么事？我要查一个人，楚凡。没问题，不过翻云覆雨楼的规矩你可知道？刘家有一件压箱底的灵宝，是我大哥刘清风留下的玉佩。成交，但我们只提供信息，不会参与你们的培育。合作愉快。姐，你难道真要把玉佩给他们了？大哥可说过啊，那块玉佩可是能救命的灵宝啊！能救命？那你们为什么不救我爷爷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我没有，不过一块玉佩而已。等我们杀了楚凡，再吞并林家和霍家，这天州就是我们刘家的天下。太好了，现在就差最后一件灵宝。哎。美女，这大晚上的男女共处一室，你是想喝吗？睡觉吗？放开我！哎，死流氓，放手！王八蛋！是我说你这娘们也太狠了吧啊！想让我断子绝孙啊！翻云覆雨楼，这二师娘果然说的没错，这楼里的小娘们儿长得都还挺好看的。哼。哎呀，倾城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翻云覆雨楼的员工啊？你一个好好的邻家大小姐不当，非要跑我这当什么员工？不行！哎呀，倾城姐，你最好了。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那我就天天来烦你。好吧，那我就给你一个预备员工的身份。等领导同意呢，我就立马让你转正。倾城姐，你真是太好了，以后谁要是娶了你，那幸福死。你就别取笑我了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。别说这些不开心的了。听说你爷爷最近给你安排了个相亲对象？一个讨厌又不那么讨厌的家伙。哎，
不过他医术很厉害，可以让他给青姐来看看。不对吧，师姐？应该是这样施针。夏阁主好，小婉哥，快来快来。哟，小娘子，你还认识我师姐呢？哼，我带的朋友来找你看病。不是，你这是求人抬的看不看？啊？看，我看还不行吗？姑奶奶，倾城姐，快进来。是你？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夏阁主好。倾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小师弟楚凡，他是翻云覆雨楼的老板第五倾城。你盯着我青姐看什么呀？我警告你，不能对她动歪心思。也不知道谁对谁动歪心，深更半夜的跑入人家里去啊！俺把这玩意儿给落下了吧？小师弟，你认识倾城？哎，之前有点小误会，不认识。不过，倾城小姐，你有病啊！你会不会说人话？你才有病！不是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你啊，你身体不太好，准确来说，你印堂发黑，恐怕活不过30岁吧？这么严重吗？楚凡，你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啊你？你能治？能治，不过小师弟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看在婉哥和夏阁主的份上，你收回刚才那句话，我可以当做没听见。小爷我说出来的话从来不收回。你至于这么激动？你找死！哎，别激动啊！行吧，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啊！瞪大眼睛看好了。是傅雨烈，你是新任首领？首领？你是翻云覆雨楼的首领？翻云覆雨楼前任首领失踪多年，没有消息。这些年，我也只是作为翻云覆雨楼的老板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傅雨烈。小师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师姐，这赋予令是二师娘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巧。第五清晨见过首领。行了，起来吧。既然是自己人呢，那我就给你治病。多谢首领。师姐，小娘子，要不然你们两个先出去啊。楚凡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欺负我倾城姐，我就替她收拾你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倾城姐，那我先出去了啊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喊我去打他啊！拜拜。脱吧。你脱完了，这样我才好帮你治病啊！首领说是想要女人的话，清晨可以为你找到。只是清晨不是这么随便的女人。你不脱衣服，我怎么帮你治病呢？治病？治病为何要脱衣服？真没劲。
你这病是你修炼功法所致，太急于求成，导致经脉不通，这样下去会爆体而亡。我需要帮你疏通经脉，穿着衣服，不能最大程度的释放。脱吧，你脱好了，然后趴在这儿啊。首领，我好了。乖，好白呀！什么白？啊，我是说这个躺的太白了。那个，你趴好，我准备开始了啊。你这身体比我想象的还硬。天爷，好疼！这个东西吧，第一次难免都会有点疼啊。但是，你能不能别叫的这么销魂啊？你也不想让小娘子和师姐听到吧？哎呀，累死我了！你这也太难搞了。好了吗？哎呀，现在也治好了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以前总感觉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压制着我，现在那种感觉消失了很多。清晨多谢首领。没问题啊，别操心了，快点进来吧。哎，这病也治了，身份也告诉你，能聊点正事了吗？啊！首领想问什么？昨天晚上你来我房间干什么？啊！你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我昨晚我是去调查首领的啊。首领和刘家有什么冲突吗？是有点冲突，但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。刘家家主刘梦涵昨天找我，想让翻云覆雨楼调查您，估计是想要对您动手。真是没完没了的。刘梦涵是不是那个派插手的娘们儿？回去之后我就跟刘家说，翻云覆雨楼不跟他们做这笔生意了。那件灵宝我们也不要了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灵宝？哦，灵宝啊，刘梦涵亲口跟我说的，是刘家在外修行的长子刘清风给的。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啊！这刘家真是我的福星啊！先是把我师姐找到了，现在又来给我送灵宝，哼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感谢他们。不瞒你们说，小师弟也是个修炼之人，他修炼的功法卡在瓶颈，需要找到3件灵宝，但灵宝都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没想到这第3件就在刘家手里。所以你想要狗狗的项链，是因为那也是件灵宝？没错，所以我们就将计就计。跟他，你这样。哎，
不是你这是全程竟然差不多行了，装个样子而已。您再忍忍啊，马上就好了。做戏就全套嘛。这过来。好了，照片发过去。喂，楚凡我已经调查过了，就是学了几年医术，没什么背景。人我已经帮你们捆起来了，什么时候结账？照片我看到了，不过你们翻云覆雨楼不是只查情报，不直接参与双方恩怨吗？怎么这次还亲自动手？他和我有点私人恩怨。再说了，你们刘家还出了一件灵宝，就顺手给他捆了。怎么，你们刘家不要？不要的话，我可就放了。要，当然要。我亲自过来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好，1个小时后不见不散。见不散。走吧，别待会儿让人等急了。没想到啊，翻云覆雨楼的效率竟然如此之高。姐，这么顺利，会不会有诈呀？翻云覆雨楼向来可靠，这么多年从未失过手。姐，你得替我报仇啊！放心吧，你就安心养病，有我呢。唐安林，跟我走。这么大阵仗，二位这是何意？和你们大名鼎鼎的翻云覆雨楼打交道，我自然要小心一点。人我带来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楚凡呐，楚凡，你也有今天。他这是死了？星辰小姐下手也挺狠嘛。这倒没有，只不过打晕了而已。没死就好，就这么让他死了，可真是便宜他。敢碰我弟弟，让他生不如死。东西给我，钱货两清。刘家主，这东西不太对吧？不是说是一块灵宝吗？灵宝？你说什么灵宝？咱不是说好了一块玉佩作为报酬啊？你说的应该不会是这个吧？这可是我们刘家的镇宅之宝，怎么可能轻易拿出来交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骗你的呗！你们刘家不会是要向我们翻云覆雨楼宣战吧？你以为就这几个杂兵能威胁到我吗？
我还不想跟你们翻云覆雨楼翻脸。你手上那块玉佩也值不少钱，赶紧拿了东西走人。放我走，你就不怕翻云覆雨楼报复？笑话！以你们的情报网，自然应该知道，我刘家背后的人是我大哥，他可是天府司的人。刘清风，你们翻云覆雨楼说到底也就是个情报机构，跟天府司比起来，那战力不够看着的。怎么？你敢动手？你笑什么？果然，首领说的没错，你们刘家肯定不会遵守承诺。首领，你不就是翻云覆雨楼的老板吗？哪是什么首领？我还要谢谢刘家主，要不是你的委托，我也不能找到我们首领。你们首领也来了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小爷，我在这儿。怎么可能？你就是翻云覆雨楼的首领？你现在才反应过来？你居然敢骗我！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难不成我们翻云覆雨楼被你们欺辱，还要俯首称臣不成？年纪轻轻没学好，你敢打我！你敢打我！臭娘！你说说这是第几次了？我不过是履行师娘定下的约定，你们刘家处处刁难，三番五次的置于我于死地，真以为我不敢杀人啊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你了，放了我。刘家主，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他不是知道错了，只是害怕死。柯玉玲，快杀了他！快！我要让你给我爷爷陪葬！首领小心！哎呦，疼死我！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你看小爷我这个样的，像是有事儿了吗？跑得快！你敢杀我！你敢杀我！我不是故意的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上！给杀了他，给刘家主报仇！主子都死了，还不快滚！一个月挣几个子儿？这么不面子！不准走！不准走！不准走！回去告诉刘子飞，让他老实点，我没空搭理你们。再来，我就弄死你！恭喜首领拿到最后一件灵宝，不过刘家的长子刘清风一直在外修行，现在已经是天府司的副门主，他实力深不可测，你可千万要小心。天府司，我好怕呀！他只要是敢来，我就把他插到花盆里当植物人。走，回去突府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见师娘了。玉林，你回来了，玉林。哎，楚凡是不是带回来了？
我姐呢？说话，你说话呀！刘家主，刘家主，他死了。死了？我姐死了？不可能！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肯定是骗我的！我姐怎么可能死了呢？姐，你出来啊！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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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出来！紫薇哥哥，紫薇哥哥，请你节哀。刘家主是楚凡杀的，翻云覆雨楼串通好，拿走我们的玉佩，害得刘家主痛下杀手。楚凡，我要你死！我一定要你死！哥，是我，姐姐被人杀了，那个人他也毁了我们刘家，你快回来呀！什么？哥，你快回来救我呀！你再不回来，我也要被杀了啊！等着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哥马上回来了，不管楚凡是什么身份，他都死定了。再过几天就是霍家主持的天诛商会，可现在霍家和林家和他走得很近。怕什么？楚凡一死，到时候我们就一并吞并林家和霍家。三玄北斗，切！行了，行了。轩辕内经第7重，我终于突破了！哈哈，乖徒儿，能听到这段传音，就说明你已经突破第7重了。师娘们很快就会回来，到时候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哎，好，好。师娘，哎，嘿嘿嘿。小师弟怎么还没有突破？哟，都在呢。小师弟，楚凡，你突破用了整整3天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怎么样？哎呀，师姐放心啊，我好得很，我们很快就能见到师娘了。楚凡，你可算出来了。爷爷让我跟你说，明天我们霍家要办天州商会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天州商会？天州商会1年1次，整个天州的大人物都会去。也就是说，刘家他们也会去？对，刘家吞并唐江后，就像疯了一样，完全不顾自身损失，强行跟霍家和林家打商战、抢生意，已经逼得不少家族臣服了。更麻烦的是，刘家长子刘清风已经动身了，估计很快就会到天州了。刘清风，天府寺的副门主。这么看来，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呀。明天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样。
那不是林家大小姐林婉歌和霍家千金霍果果吗？怎么和一个男人走在一块儿？这两位也了不得，摘星阁的夏阁主和翻云覆雨楼的倾城老板。这男的到底是谁啊？居然能让4位女神级别的人物陪在身边当陪衬？是。啊，你也来了。楚凡，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！杀了刘家家主，抢了刘家玉佩，居然还敢来参加天州商会。唐月玲，当初是你们唐家毁约在先，又和刘家为难楚凡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就是，你说话之前能不能先摸摸自己的良心？刘梦涵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刘家主自然是楚凡杀的。楚凡，你一没产业，二没家世，不配出现在这。哟，刘大公子，你这腿子是怎么了？要不我再帮你治治啊？来人，来人，给我把他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楚小友，我们来迟了，你没受委屈吧？这天州商会是我霍家主持的，楚小友是我霍家的贵客，谁敢在这儿对楚小友动手啊？楚凡，你以为有霍家和林家保护你，你就安全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哼！老夫倒想听听，你准备如何呀？我哥刘清风马上就要回天州了，他可是天府司的副门主，到时候别说你霍家了，就算再加个林家，那又如何？刘清风，哼，即便是他回来了，也得讲道理。道理？跟死人是不需要讲道理。诸位，大家听到了吧？刘家准备用强，这几日他们刘家强行吞掉了多少世家，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。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，应该团结起来。我给你们脸了是吧？我哥可是天府司的副门主，掌管了整个大夏最顶尖的战力。你们现在帮楚凡的，到时候我哥回来了，我要你们所有人的家族都陪葬。各位可要想清楚了，你们是帮我刘家，还是帮楚凡这个脓包子？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。没错，跟我们刘家，以后天州的生意大家一起做。若是帮楚凡，等刘门主回来，你们自己掂量。看到了吧，土包子，这就是现实。诸位，今后天州商会由我刘家掌管，谁同意，谁反对。我反对。刘子飞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我代表翻云覆雨楼表态，对刘家及其相关合作人永久施行消息封锁。我也代表摘星阁表态，对刘家这些作恶多端者，从此拒绝提供任何医疗服务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刘子飞，你要不要看看你身后这些人？你熟不熟悉？刘子飞，
你刘家绑走我妻女，现在还要逼迫我臣服你刘家，你做梦去吧你！你刘家仗着财力雄厚，肆意欺压我等。若不是霍家主跟林家主及时伸出援手，我等早已经就活不下去了。该滚出去的是你才对。没错。好，很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哥回来了，我要你们都付出代价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赶紧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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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看谁敢对我刘家指手画脚！大哥，谁敢再多嘴，这就是下场。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给我报仇！他的腿怎么回事？啊，是他。他不仅打断了子飞哥哥的腿，他还杀了刘家主。你就是楚凡，敢动我刘家人，你是活腻了！刘清风，敢在商会杀人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，在天州，我刘家就是王法。跟我作对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拆了你霍家？你慢！一个副门主是谁给你的权利随意调动天府司的人？小子，你很狂啊！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杀了刘秋风，别在这装腔作势了，杀了我，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哼！蛇脸，小心点，他的修为很高，你千万别冲动啊！怕什么，小师弟，我帮你。摘星阁的阁主，还有翻云覆雨楼的老板，原来是有人撑腰啊！不过你们二位可不是我的对手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喂，师姐，学长，回来！你俩没事吧？小师弟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一帮土鸡瓦狗罢了。若不是看在你摘星阁和翻云覆雨楼还有用的份上，你们早就死了。你做梦！翻云覆雨楼绝对不会为你所用。哦，好吧，那你没用了，没用的人就要去死。倒是我小瞧你了，竟然能接住我7成功力一掌，难怪你这么嚣张啊！若不是我出手，恐怕还真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你啊！废话真多，你俩上一边去。老爷们动手，娘们别插手。不对劲，小师弟不是突破了？难道是首领刚突破，气息还不稳定？再来！你说是轩辕内经？你从哪儿学来的？当然是跟我师娘学，废物真多。师娘？天府寺门主就是一个女人，莫非这小子也是天府寺的人？
楚凡，你完蛋了！土包子，就凭你也想和我大哥抗衡啊？会轩辕内经就如何？实不相瞒，我苦修数10年，刚突破第6重不久。小子，你放弃吧！哎呦，楚凡！哎呦，疼死小叶了！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护住他呀？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谁都救不了他。你倒是艳福不浅啊！啊！老实交代，你和天府司是什么关系？小爷我是天府司新任提司，怎么样？怕？提司，我让你嘴硬，一会儿我看你还嘴硬不嘴硬。楚凡，你不要去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们先走，从长计议。走？往哪儿走啊？啊！小爷我怕他，小爷我只是怕把他打死了没得玩了。你们闪一边去，别伤着他。当真是小瞧你了，你竟然也修炼到第6重了，能比我使出全力，小子，你可以安息了。不对劲，这轩辕内经怎么是黑色的灵气？小师弟，你当心点！按道理来说，你能修炼到第6重，已经是很有天赋了。可惜你心术不正，走火入魔不自知。刘清风，你杀无辜之人，护短行修，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，废了你！你不过是修炼到第6重而已，你对力量一无所知，小子，我会留你一口气，然后折磨你身边的人。希望一会儿你还能笑得出来。谁告诉我是第6重？装神弄鬼人！第7重，不可能！怎么可能会有人修炼到第7重？大哥，我是天府司的副门主，你敢动我，天府司不会放过你的。天府司副门主，很了不起吗？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是提司令，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见过门主，请门主出罪。起来，不准跪！这一牌肯定是假的，都不许跪！天府司门主到。谁说小凡凡的令牌是假的？门主，师娘。师傅，大师娘，我都想，二师娘，五师娘，三师娘，四师娘，你说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？傻孩子，要是不逼你突破第7重，你就没有办法应对接下来的事情。师娘，他滥用天府司职权，滥杀无辜，护短行凶，这该怎么处理？刘清风，当年看你慧根不错才培养你的，可是你身为副门主，
太让我失望了。按家规，应当废除修为，逐出天府司。刘子飞，在场的各位啊，之前刘家和唐家欺辱过你们，抢过你们家产的，今天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，不用给我客气。顾上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绑我妻女，逼我签转让合同，今天我都要讨回来！上！别过来！那个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几位呢，就是我的师娘啊。小凡凡长大了，该结婚了。这是想娶哪一个呢？我能不能都要啊？好了，婚事先靠后吧。让你突破第7重，不是为了让你对付刘家，也不是为了让你掌控天州，而是为了抗衡昆仑界。昆仑界？没错，这是你的使命，也是你的宿命。但这一次，你不再是一个人，我陪你去。天府司弟子誓死追随门主。行啊，那我就带你们去会会昆仑界啊。不过师娘，能不能等打完仗，你可要给我做红烧蹄膀，我要吃双份的。双份，你想得到没？最多1分半。